黑洞密度无限大，那么黑洞到底由什么元素组成？严格来讲，这个问题的说法并不十分的准确。黑洞的密度仅指黑洞中心的起点，人们所说的黑洞通常是指黑洞的史瓦西半径。黑洞中心的起点确实无限小，但史瓦西半径又并不是无限小。该半径与质量成正比，质量越大，史瓦西半径越大。具体的公式为 R 等于 2Gm 除以 c 方，其中 R 是史瓦西半径， G 是万有引力常数， m 为质量， c 是光速。不过，黑洞所有质量确实都集中在起点上，起点无限小，我们无法识别的无限小。即使这个黑洞的重量只有1000克，它的密度也是无限的。因为无限小的体积的密度是无法测量的。由于物质的体积非常小，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元素都不存在。所有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，元素也不例外。人们能认知的最小单位是普朗克长度，即 1.6 乘以10的负35次秘密。电子的直径为10的负15次秘密。普朗克长度比电子小20个数量级。在量子世界，小于普朗克长度没有任何意义。不过起点却是无限小，甚至比这个还要小，而且小了很多。而黑洞的全部质量都集中在起点，任何现有理论都无法描述为何会这样。即使是白矮星，它的物质也不是由已知的元素组成的。我们的太阳终极命运就是白矮星。质量超过太阳质量 0.5 到8倍的恒星死亡后成为白矮星。白矮星上的物质密度非常之高，原子被彻底的压扁，核心外电子变成了自由电子，但它们基本上保持原子状态。它们依靠电子简并压来支撑引力压力，因此也称为电子简并态物质。什么是电子简并压？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，在由费米子组成的系统中，两个或多个粒子不可能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，这样电子之间就形成了不相容的压差，就不会继续塌缩下去。白矮星的密度为每立方厘米1到10吨，比我们已知的任何元素都要高。这种致密物质行星的引力非常强，普通的天体都会被拉扯撕裂。白矮星会不断地吞噬周围的天体，吸积物质。当质量达到太阳的 1.44 倍的钱德拉塞卡极限时，电子简并压再也无法承受天体的压力，而它将继续塌缩，结果就会导致超新星爆发。白矮星塌缩下去，大概率会成为中子星。所以说，钱德拉塞卡极限是白矮星的上限，同时也是中子星的下限。中子星的压力压碎了原子，电子被压入原子核，并与质子中和成为中子，星球就变成了一个超级中子核。中子星非常小，半径是太阳质量的 1.44 倍以上，只有10公里大小，所以物质更加极端和密质，密度约为每立方厘米10亿吨。中子星依靠中子简并压来支撑巨大的引力压力，但还有一个奥本海默极限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，即当达到这个极限，就会塌缩成一个黑洞。大质量恒星的超新星爆炸后，可以直接成为中子星，甚至黑洞。通常情况下，质量超过太阳质量8倍的恒星超新星爆炸后会留下中子星，质量为太阳30到40倍的恒星会留下黑洞。中子星的质量低于太阳质量的3倍，而质量为太阳40倍的恒星通常会产生一个质量仅为太阳质量4倍左右的黑洞。大质量恒星走向死亡的过程中，都是从氢氦聚变开始，不断进行核聚变，聚变到铁元素就无法继续下去了。在超新星爆发之前，恒星的中心是一个铁核，到了铁元素的层次就完蛋了。因为铁是最稳定的元素，无论是核裂变还是核聚变都不会产生能量，而会消耗更多能量。因此，如此大质量恒星核心的核聚变无法再进行。恒星的稳定性取决于中心核聚变的辐射压力
和质量带来的引力压力之间的平衡。在没有核聚变辐射压力的情况下，恒星的引力压力使物质急剧塌缩到核心，导致核心和热核心塌缩，因此引发了巨大的能量爆发。这就是所谓的超新星爆炸。爆炸之后会形成中子星或黑洞。超新星爆炸的能量是巨大的，一次超新星爆炸至少相当于太阳生命100亿年的总辐射能量。超新星爆发瞬间的温度达到10到1000亿度。在如此巨大的能量、高温、高压下，任何物质都可以产生出来，铁核也会瞬间融合成更重的元素。在宇宙的早期，只有氢氦等元素存在。恒星核聚变和超新星爆发逐渐增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元素。而现在在宇宙中，人类已经发现了118种元素，其中重元素都是通过核聚变和超新星爆发衍生出来的。在人类已知有元素118种，新属铯的密度最大，22.8克每立方厘米，而白矮星的物质密度达到10吨左右每立方厘米，中子星的物质密度达到10亿吨每立方厘米。人们已知元素的密度与中子星、白矮星的密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。科幻小说《三体》中的水滴相当于一颗中子星的密度，光滑的连原子都难以鼓起。虽然我们目前看不到这种物质，但它仍然在我们的理论认知范围内。而黑洞的起点不再是被中子压碎的简单问题，完全超出了人们的认知，甚至可能不是我们时空的东西。黑洞中心起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物质？问题本身很可能隐藏着宇宙终极奥秘。